还是黑道家族遗留在外的大小姐。为了迎接她，全家擦干了染血的地板，藏好了审讯的刑具，拖走了半死不活的叛徒，生怕他沾染血腥，心灵受创。但歹主怎么可能出好损？在没被接回来的这些年，女孩早混成了地下世界的无冕之王，国际第一杀手组织暗黄的首领。可在外界看来，江家只有她一个废物。因此回家的第一天，养女妹妹就给了女孩一个下马威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第一时间出来迎接，姐姐不会怪我吧？江浅压下眼眸，不会的，少在那装腔作势。一旁三哥江景晨切了一声，但很快又变了脸色。而江浅还以为他是对着自己说的，难道真假千金针锋相对的戏码现在就要开始了吗？只是有点太快了吧，自己还没开始做什么呢？就当江浅正想着应对方法之际，江小小又开口：“要你管，谁管你啊？可别自作多情。”江景晨的语气更加不耐烦。闻言，江浅愣住了，这兄妹的感情怎么跟自己想的有点不一样？一旁母亲林雅珊责怪地看向他们：“好了，今天是浅浅回来的大好日子，你们两个可别吓着他了。”江景晨轻轻哦了一声，收敛神色，反倒是江小小委屈的不行：“妈，你明明答应我了会一视同仁的，小小别耍小性子。”林雅珊和江耀祖都有些头疼，一个是亏欠多年的亲生女儿，一个是精心培养的养女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这让他们该怎么选啊？江小小面容上满是委屈：“怎么就是我耍小性子了？明明是你先吼我的。”好，妈妈的错。林雅珊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安抚了她一句，然后有些懊恼地对着你介绍：“浅浅，这是妹妹，当年你被人偷偷抱走后，我们苦寻无果，这才收养了她。”父亲江耀祖补充了一句：“你们都是江家的小姐，以后要好好相处才是。”说完，他小心地观察了一下你的神色，我明白的。见江浅这么乖巧，夫妻俩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。江小小倔强地别过脸，就差把心情不好写在脸上了。哼！江耀祖和林雅珊对视一眼，赶紧转移话题。好了，浅浅赶了那么久的路，肯定饿了吧？咱们先吃饭。很快，毕家人整齐落座。见江浅始终不肯动筷，林雅珊只当他是拘谨。浅浅，自己家没那么多规矩，随心所欲就好。江小小阴阳怪气地插了一句嘴，妹妹应该是连基本的餐桌礼仪都不懂，怕丢脸才不敢动筷吧？不如先让赵姨来教教。小小，林雅珊警告地看着他。江小小不服气的又回了一句：“这就是事实，还不让人说了？从贫民窟出来的，怕是前半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富贵吧？”啪！江耀祖猛地摔了筷子，呵斥道：“小小，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要是不想吃就滚回房去，不吃就不吃。”江小小当真赌气回了房。林雅珊满脸歉意地看着你：“浅浅，小小平时不是这样的，今天不知道发了什么疯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江耀祖也放低了姿态：“是啊，浅浅，小小确实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今天的事情，我回头会教育他。”江景晨眉眼间也透露出几分嫌弃：“妹妹，你别理他，他这个人确实挺讨厌的。”江浅点点头，十分善解人意：“爸妈、三哥，我都明白的。我突然回来分走了你们的宠爱，妹妹不高兴也是正常的。”闻言，夫妻俩叹了一口气：“傻孩子，这本就该是你的，都是我们把他惯坏了。”吃完后，林雅珊就领着江浅上楼选房间。可就在你们刚走到2楼时，其中一间的房门突然打开了。江小小抬手指了指周围的房间：“这个是我专用的琴房，那个是我的书房，还有那个是我的棋室和画室。对了，也别挑离我太近的房间，我嫌吵。”说完又砰的一声把门关上。见此，江浅若有所思，面上露出委屈的神色：“爸爸妈妈，妹妹她好像确实不太喜欢我，要不我还是住客房吧？”“那怎么可以？不用管她，浅浅你先挑，晚上我们就去教训她。”闻言，江浅便随意挑了一间住进去，随后躺在床上休息了会儿。晚上果然如同他们所说，夫妻俩对着江小小进行了波混合双打，一时间凄惨嚎叫声响彻了整栋别墅。被吵醒的江浅则是出门到处逛逛，熟悉一下环境。来到阳台，恰好看到二哥江景峰正站在围栏边，静静地观赏外边的夜景，月光打在他的身上，冰冷如玉。你走过去轻声道：“二哥在想什么呢？”江景峰转过身来，眉眼中暗含惊讶，没想到拘谨的妹妹竟会主动找他搭话。他收敛心绪，放柔了声音：“没什么，我就透透气。妹妹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”江浅点点头：“我想问问关于妹妹的事情，她跟三哥的关系似乎不太好。”其实不只是三哥，江小小被揍的时候，大哥跟二哥也都没有要帮他说话的意思。江景峰轻笑一声：“没事，他们都是闹着玩罢了。当然，那只是在家里。”而你还是有些疑惑，那我以后应该怎么跟你们相处呢？江景峰微愣住了，没想到江浅会问的那么直白。这里是你的家，你也不用刻意，只要不是闯出了什么不可挽回的祸事，我们都会无限纵容你。但在关键事情上还是得听话，因为江家内部势力错综复杂，明争暗斗不断，我们会尽力保全你，同时也需要你的配合。闻言，江浅心中有些感动：“谢谢二哥，我知道了。”简单聊完后，江景峰先一步回房间，留下江浅一个人站在阳台边上眺望远处。这江家表面上平静，实则暗流涌动啊，布局防卫也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森严，而江家人也一个比一个有趣啊。与此同时，书房里，林雅珊面色凝重道：“小小，之前你明明都答应我们了，把浅浅当亲姐姐对待，不是吗？”江小小给他们各自倒了一杯水：“爸妈放心吧，我自然不可能伤害姐姐，但总得有人唱红脸吧。姐姐刚回来正是缺乏安全感的时候，我出面来为难她，而你们维护她，这样她才能更快地融入到咱家里啊。同时也是让她有点危机感，不要以为回来就万事大吉了。姐姐的性子太软，很难在江家生存的。”说到这，江小小的眼眸渐渐凌厉了起来，全然没有之前骄纵任性的模样。其实她早就料到江家真正大小姐会有被找回的那一天。可与其他豪门不同的是，江家奉行的是利益至上，只有手握实权才能在家族站稳脚跟。而这些年的经营早就让江小小在江家的地位根深蒂固。如今江哥归来，最多算是一个吉祥物，根本威胁不到他的地位。江耀祖和林雅珊闻言对视一眼，叹了口气：“爸爸，你向来是个有分寸的，我们也就不再多说。”次日，爸妈和三个
哥哥都早早出门了，而在家照看你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江小小身上。姐姐，你最好哪也别去，老老实实待在房间里，有什么事儿也别问我，我的时间很宝贵。江浅装作无辜道：“那好吧，我自己转转就行，你不用管我。”江小小皱了皱眉，嫌弃道：“都说了，让你在房间里乖乖待着，瞎晃悠什么？”江浅露出来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：“我不怕，爸妈都放心把我交给你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”闻言，江小小眼神微明，意味深长地扫了他一眼，倒是没有我想象中的蠢。可惜没用。说罢，直接转身离开了。而江浅倒是也没闲着，简单熟悉了一下江宅的布局之后，就找周叔了解了下江家的信息。尽管回来之前他已经全部看过了，但还是想试看看江家人想要让自己知道些什么。果然，周叔的回答有些模棱两可，都是在网络上能搜得到的，一涉及隐晦的问题就会几个字带过。一番了解之后，江浅回到了房间，闭眼小憩，脑海中回想着刚才的话。江氏集团是Z国最大的财阀世家，黑白两道通吃。父亲江耀祖是江家第3代掌权人，江氏集团董事长，鼎鼎大名的商业奇才。妈妈林雅珊是现任江氏集团 CEO， 同样也是财阀家族的大小哥。虽然比不得江家，但也是百年世家，底蕴雄厚。夫妻俩联手掌控集团核心，令人忌惮。而3个哥哥同样也是人中龙凤，各掌一域。这么一看，整个江家还真就只有自己一个废物，怎么办？压力有点大呢。就在这时，房门就被敲响，江小小的声音传了进来：“亲爱的姐姐，家里来贵客了，三叔公点名要见你了。”说完，他便转身，也不管江浅有没有跟上。江浅似乎还隐约听到了他的暗骂：“四老登，晦气的东西，还要浪费本小姐的时间。”这骂的是那个三叔公。结合江浅了解到的信息，再加上江小小对那人的态度，看来怕是来者不善啊。1楼主厅，此刻江小小规规矩矩地坐在江百山对面。三叔公，您今儿个怎么得空过来走一趟？爸妈和姐姐他们都不在。江伯山嘴角咧开一抹弧度：“大侄孙女，瞧你说的。哦不，现在你是2侄孙女了。”说到这，他又有些懊悔的改口，继续说：“昨天大侄孙女刚回到江家，我这个做长辈的，怎么也该来送点见面礼不是？你姐姐还没下来呢。”江小小笑得有些僵硬，她估计还要磨蹭好久呢，到底是在外面养大的，没什么规矩。江伯山皱了皱眉：“小小啊，你怎么能这么编排自己的姐姐？要知道你锦衣玉食的生活原本是属于她的，现在更应该多引导她才是。”江小小闻言撇起了嘴：“三叔公，您以前不是最疼我了的吗？现在竟也开始训我了。”这时，江浅才慢慢走到了他们面前，对着江伯山喊了一声：“三叔公好。”见状，江伯山骤然露出了一抹和蔼的笑容：“好孩子，站着干什么？快到三叔公旁边来坐。”听到这，江浅赶紧按照江伯山的话，准备坐到他旁边沙发的空位上。怎料江小小却忽然开口道：“站住，长幼有别。三叔公客气一下，让你坐过去，你还真敢啊？还不快到我这边来！”这副颐指气使的模样，实在是让江伯山看不下去。好了，在我面前哪需要讲究那么多？浅浅你随便坐吧，我今天特地给你带了礼物，庆祝你回家，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也该多往来走动。话落，身后之人就捧着一个盒子递到江浅面前。江浅坐到江小小身旁，刚要接过盒子，江小小的眸子闪了闪，立即吩咐道：“赵姨，快帮姐姐把礼物拿上去放好。”闻言，赵姨动作很快，拿着盒子就上了楼。随后3人又聊了些有的没的，江伯山这才扬起笑脸：“好了，人也看了，礼物也送了，今天就到这吧，我还有事。浅浅来送三叔公，我车的后备箱还有一件东西特别适合你，顺道跟我去拿一下吧。”眼看着江浅就要行动，江小小率先走到江伯山身边：“三叔公，还是我来吧，我去帮姐姐取回来也是一样的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走吧。”江小小一路将江伯山送出去，而江浅有些好奇，就在后面远远的跟着。可刚走到一半，江浅突然察觉到一丝异样，有股致命的威胁感正愈发逼近。他能清晰的感觉到有什么利器朝着自己后脑勺疾驰而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块木板从江浅右侧飞来，将暗器挡下，然后旋转几圈滚进了左侧的花圃中。闻声回头，就见一只混血狼犬正钻入花圃中，叼起那块木板就往另一处跑，而那个方向似乎也窜过一道黑影。一声凄厉的惨叫声格外刺耳。没等江浅细想，周世坤已经站在了面前，一脸歉意道：“抱歉大小姐，我刚刚正在训练旺财，不知道您在这里，差点误伤，请小姐恕罪。”周叔，那边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能去看看吗？你好奇的开口询问，目光不由朝花圃瞥去。周世坤不动声色地挡住你的视线：“是佣人们在陪旺财训练，大小姐还是下次吧。现在二小姐应该已经拿好了礼物，准备回来找您了。”同时内心的惊讶加深，那动静很远，连他都只是勉强听到。大小姐竟然这么敏锐。而江浅也面露惊讶：“周叔刚才明明不在场，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”闻言，周世坤神色一僵，不过很快恢复正常：“哈哈，我是听赵姨说的。好了，大小姐，我还要去陪旺财训练呢，就先走了。”说完，他便转身暗暗松了口气，然后眼神立马狠厉起来，朝着反方向走去。江浅点点头，刚要迈步前行，就碰到了折返的江小小。见他手上空空如也，江浅故作震惊和伤心姿态的伸手道：“妹妹，三叔公说要给我的礼物呢。”江小小没忍住翻了个白眼，那老家伙说是记差了，根本没放进后备箱，害我白跑一趟。那老不死的心思脏得很，怕是故意想要引江浅过去吧。而江浅也不恼，摊了摊手：“那还真是遗憾啊，送走了那尊瘟神，江小小也该去处理自己的事情了。行了，没事你就回房去，别在外面瞎晃悠，家里好多地方都还没清理出来，什么虫蚁蛇鼠都有。之前爸妈不在意，既然现在你回来了，那么某些东西就不能留了。”江浅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：“那好吧，老实的回房去了。”只是刚走到门口，就发现赵姨正在门口守着。“大小姐，礼物我帮你放在桌子上了。”江浅朝她挥挥手：“谢谢赵姨，你可以去忙自己的事情就好了。”说完，江浅便走进房间，端起桌上的盒子仔细检查了起来，似乎有被开过的痕迹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，也没什么其他的异样，应该是被赵姨清理过了。想到这，江浅将手表戴上，欣赏了一番，那老登还挺有眼光的，这表不错啊。
与此同时，江伯山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冷着脸，好半晌才喃喃一句：“该死的江小小，一次次坏我好事。”后面再想对江浅下手可就难了。想当初江小小刚被接到江家那会儿，一副不谙世事的小白花模样，很好掌控，于是便花了3年时间取得了江小小的信任。可就当江伯山想利用江小小对江家发难时，却被他狠狠地上了一课。老谋深算多年，还是他第一次看走了眼。江耀祖、林雅珊夫妻俩还真是有能耐，养的子女一个比一个难搞。现如今的江浅，他可不能再错过了。晚饭时，江耀祖得知今天发生的事后，脸色一沉，看来我们以后都要留人陪在浅浅身边了。今天是那老匹夫，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牛马蛇神。江小小神情平淡，可是我们也不可能时刻都跟着他，把人手调回来贴身保护就好了。确实，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还是得让他渐渐适应我们的生活节奏。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，就在这时，江浅缓缓走下了楼，挨个跟他们打招呼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，你们在聊什么呀？”林雅珊看向江浅的表情很是温和：“没什么，浅浅快来吃饭吧，妈妈让赵姨准备了些你爱吃的菜。”江浅点点头，落座后夹起菜吃了起来。吃到一半，就听林雅珊试探性的说：“对了，浅浅，咱们家10几年前就是和白家有婚约的，现如今你们都到了合适的年纪，或许用不了多久就该履行婚约了。”闻言，江浅一愣，赶忙推脱道：“爸妈，你们不用纠结的，这早就是妹妹的婚姻了，我肯定不会跟她抢，更何况白家肯定是满意她这个未来女婿的，我怎么能夺人所好？”怎料江小小差点没摔了筷子：“你在乱说什么？谁满意了？这婚事本来就是你的，可不要安在我头上，我不要。”江耀祖和林雅珊有些尴尬：“浅浅别介意，你妹妹她的脾气就这样。”而此刻江浅却是疑惑不已：“什么玩意？一般小说里养女不都对婚约很在意的吗？怎么到江小小这还不想娶了呢？”江景晨对着江浅笑了笑：“浅浅，其实你妹妹对那白家小子没想法，所以联姻可能还是得看你的意思。当然，你要是实在不愿意的话，我们想办法退婚也是可以的。”江浅挠了挠头：“可是退婚的话，对家族影响很大吗？”江小小很快接话：“废话，违约的话，说不定两家多年的合作都得土崩瓦解，损失不可估量。”一旁江家人也都齐刷刷点头。虽然他们并不想逼着江浅联姻，但是这确实事关重大。江浅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将视线落在江小小身上：“那妹妹为什么不喜欢白家少爷呢？”江小小轻哼一声：“白家的那个纨绔，不是我说话难听，但我的确是看不上他。”“不会吧？为什么这样说？”江浅轻轻挑眉：“白家大少爷是个纨绔，可自己查到的资料好像不是这样。”江小小笑了：“白家掌权人膝下有2子，一个是长子白石业，圈内贵族们给白家面子，尊称他一句大少爷，但背地里的嘲笑和数落可不小。而他也丝毫没让大家失望。京都圈出了名的玩的花，14岁嫌自家飞机太过商务，紧接头艺术家机身上喷满黑白骷髅，导致白家主在重要会议前被迫换成民航头等舱。16岁走私2只白虎幼崽当派对惊喜，结果虎崽受惊抓伤宾客，动物保护组织上门，白家捐了做动物园才渐渐平息风波。直到20岁时，白家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把他送出国，到现在应该有3、4年了吧。我手中还有一堆白家大少爷的光荣事迹，姐姐还想听吗？说完，他后依旧笑意盈盈地看着你。江浅嘴角略微抽搐，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江家人确实也觉得这门婚事是个大火坑，不能都跳进去了。这时林雅珊摸着他的头温和道：“浅浅，再给妈妈一点时间，我和你爸想个2全其美的法子，退了这门婚事。”江浅当然不会多说什么，乖乖点头。就这样度过了相安无事的一晚。次日一早，还未等江浅醒来，房门就被打开了。江小小冲进来，一把拉开他的被子：“起床了，赶紧收拾一番，跟我出去一趟。”撂下这句话，便转身去衣帽间给江浅挑衣服去了。江浅挠了挠头，有些疑惑，然后任由化妆师和造型师摆弄自己。1个小时后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行驶到了进宫庄园。刚一下车，几个和江小小交好的朋友直接围了上来：“小小，你今天穿得这么美了吧？是想美死多少少爷帅哥啊？对了，小小，你家那位怎么没来啊？不打算带他出来见见世面？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拉低咱们进宫的档次。”江小小嘴边挂着浅浅的笑意，既不接话也不反驳。他什么样子，你们很快就能见到。一句话模棱两可的话，让在场的众人更加感兴趣起来。这时，江浅从身后的豪车缓缓走了出来，甚至比江小小还要从容不迫。“你们好，我是江浅。”见此，江小小有些诧异，他怎么一点都不怯场啊？就好像在家时的那种拘谨完全是装出来的一样。而众人的惊叹声此起彼伏。没想到这位江家大小姐和他们想象中的相差甚大，不少人主动凑上去跟你结交，尤其是那群少爷们，更是直接两眼放光，半推半就肩。江浅接受了他们的聊天邀请，毕竟这群少爷小姐们的面子还是要给的。见状，有人开始为江小小打抱不平了：“小小，你就这么看着他抢了你的风头？要知道，你才是江家精心栽培的人。”江小小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不过是多了一个人而已，你们玩自己的，一切照旧。可就在这时，江小小的死对头陈千金开口了：“我说江大小姐，哦不，应该是江二小姐了，你怎么还一副主人家的做派呢？这进宫可是江家主送给江家大小姐的，你这接的名不副实啊！现在人家正主来了，你不该挪挪位置？”闻言，江小小很是淡定：“要是姐姐能接得住，我让出这进宫也无妨。”这句话中多多少少带了几分轻视和嘲讽，在场众人也不由得笑了起来，而江浅嘴角也挂着浅笑，一副什么都不在意的样子。“陈小姐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既是妹妹的东西，我还不至于夺人所好。”见江浅没顺着他的话说，陈千金不由暗骂了声：“哎呀，江大小姐这不争不巧的性子，在那会吃人的江家可是活不久的。”江浅摇摇头：“那你可就说错了，算命先生说过，我这辈子一定会长命百岁。好了，都聚在这做什么？玩游戏去吧。”江小小率先离开了主宴厅，从头到尾没看你一眼，而江浅也避开了人群，准备自己去吃点东西。可就在穿过暗廊之后，迎面碰上了一个酷酷的男孩，走路带风，嚣张至极，浑身上下写满“老子天下第一帅”。见此，你似乎知道这人是谁了，应该就是鼎鼎大名的京圈纨绔，但你并不想跟他有过多牵扯，仅仅是多停留了2秒，就准备绕过他。但是白石业却突然伸手拦住了你：“小姐姐，你刚刚多看了我2眼，是不是暗恋我？”闻言，江浅硬是忍住了没有赏他一个大鼻斗：“不是，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。”
道，暗恋什么？白石叶握着额头，满是陶醉。嘘，别狡辩了，我明白的。没有人能在我极致的魅力下幸免于难，懒得他掰扯。江浅直接转身离开，朝另一个方向走。见状，白石叶死皮赖脸的跟了上来。哎，小姐姐你去哪呀？等等我啊！小姐姐，你是哪家的呀？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？实在是被吵烦的江浅回头瞪了他一眼，好好说话，你到底哪里冒出来的？刚刚开宴的时候你可不在。白石叶故作无奈地摊了摊手，好吧，我摊牌了。其实我是江小小请来陪酒的男模。听及此言，江浅差点将口水喷他脸上，连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，难怪江小小看不上他了。见他不信，白石叶突然靠近道：“怎么，你不相信吗？不信的话，你可以亲自体验一下哦。”忍无可忍的江浅推开了他，去找你的江小小玩去吧，别缠着我了。不，他那黑脸我可不敢要，谁娶谁倒霉。白石叶嘴里说着害怕的话，脸上却笑嘻嘻的。而此时江浅也跟着笑了，然后抬手指了指他身后的黑脸，嘿嘿，他可在你身后呢。闻言，白石叶回头，顿时浑身一个机灵，随即立马闪现窜到江浅身后去，吓死我了！还是小姐姐你人好，不然我必定小命不保。江浅赶紧跟他拉开了距离，别，我都不认识你，妹妹那些话都是他说的，还自称是妹妹你请来的陪酒男模。白石叶瞪大了眼睛，你怎么能这么快就出卖我？一旁江小小眼神在你们两人间来回扫视，能请到白大少爷来当陪酒男模，确实是我的荣幸。正围过来看热闹的众人猝不及防的听见这句话时，不由蛙声一片。我听到了什么？白大少来了，太劲爆了吧？是不是还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？闭嘴！江小小发话了，威慑力十足，紧接着看向白石叶的眼神满是毫不掩饰的嫌弃。白少爷不请自来，这次我就不计较了，不过希望你可以离我远点，以及离我们江家人远点。白石叶直接语出惊人，那可不得行，我们两家不是还有婚约的吗？都快到履行的日子了。江小小皱了皱眉，你不是一开始就反对这门婚事吗？甚至还特地逃到国外去，怎么又突然上心了？白石叶叉着腰切了一声，娶给你我当然不乐意啊，这不是听说你们江家真正的千金回来了，我来瞧瞧我未来媳妇。江小小闻言拳头硬了，但是硬生生忍住了，咬着牙道，那现在见着了，怎么说？白石叶笑嘻嘻的凑到江浅身边，上下来回的扫了几眼，满意的点点头，特别满意。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就已经深陷爱河。江浅顿时瞪大了眼，江家从没公布过我的照片，你是怎么一眼认出我来的？而且还早就在这蹲守了。嘿嘿，你刚才都喊他妹妹了，这不难猜吧？说着，白石叶朝江浅鞠了一躬，不过谢谢未来媳妇，把我想的这么聪明绝顶。随后，白石叶偏还对着江小小开口：“二小姐，对于我和江浅小姐的婚事，你一定是没有任何意见的，对吧？”江小小的脸上扬起笑容，当然没有。然后表演了一个瞬间变脸，来人，把这货给我扔出去。江浅在旁边赞同地点头，干得漂亮。别啊，江浅我还会来找你的。白石叶话还没说完就被进宫的保镖轰出去了，而进宫内尴尬还在继续。好友穆小姐站出来为江小小打抱不平道：“哎呀，江大小姐刚回来，小小的未婚夫就被抢了，真是可恶啊！”闻言，江浅被气笑了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要抢白石叶了？你还狡辩？要是你对他真的没有任何心思，他又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？你就不该出现在这儿。我们的圈子不是你个乡下人硬挤就能挤进来的。江浅双手交叉，满脸的不屑道：“呵呵，这个圈子连你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女都能混进来，我堂堂江家大小姐怎么就不能呢？”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虽然外界有传言是他妈是小三上位，但消息都被压了下去，知情人也都默不作声。如今被当众点破，大家都在等着看笑话呢。而江小小眼神中再次闪过一抹震惊。江浅是怎么知道这事的？是周叔告诉他的。可是对方并没有自报家门啊，为什么他能精准对号呢？众人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就见江浅继续开口：“我妹妹都还没说什么，你却这么着急。要我说啊，真正觊觎白家大少爷的人是你吧？”听及此言，穆千金面容扭曲了起来，抬手指你着恼羞成怒道：“你胡说！江家怎么生出了你这么个东西？哦，不对，你本来就是贫民窟出来的，说不定就是个野种呢，居然还敢知会我的身份。”可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江小小打断了：“滚过来！”见江小小笑着朝他勾勾手，穆千金还以为是自己的发言深得他意，于是赶紧凑上前去想要邀功，但是下一秒就被一巴掌狠狠甩在脸上。你又算是什么东西，敢拿我们江家说事？霎时间，所有人都懵了。不是说他们俩姐妹水火不容吗？怎么还会为江浅出头？要知道，以往江小小在众人面前都是一副端庄得体的样子，可这次竟然为了江浅发这么大的火。穆千金捂着通红的脸，满是委屈：“小小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针对他而已，没有想诋毁江家。”怎料此话一出，江小小的笑意更深了。看你现在的状态，也不太方便参加接下来的活动了，不妨回去好好休养休养。来人，请这位小姐出去。不是的，小小。穆千金彻底傻眼了，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，不仅没在江小小面对得到好感，反而还得罪了江家。这下完了。待他被请出去后，其他人见状也都嘻嘻哈哈的散开了，留下江小小和江浅两人小眼瞪小眼。你怎么就惹上白石叶的？江浅一脸无奈的摊手，不知道啊。走着走着他就粘上来了，一个两个的，真令人头大。江小小也没多说什么，嘱咐了几句后就走了。看着他的前行的方向，江浅愣了一下。江小小作为主人家，怎么会朝人少的地方走呢？说不定有什么猫腻。思索了一会儿，也就悄悄跟了上去。花园里，遣退了周围所有的工作人员后，周世坤突然出现在了江小小身前交谈起来。为了听清楚他们的谈话内容，江浅特意凑近了几步，将身形隐在一根长柱背后。他们带来的东西都整理清楚了吗？周世坤递出了几份资料，全在这了。有用的只有吴家和刘家两位小姐提供的，可以纳入我们的交易范围。闻言，江浅内心思索着，东西这些聚会并不单单只是为了娱乐，
江小小随意的翻了几眼，目光冷冽道：“上次让你盯着的那4个没给出诚意，再去敲打一下，最后一次机会，则直接列入黑账本之中。”黑账本这个江浅倒是有所耳闻，据说是江家专门用来记录一些不为人知的黑料或证据，拿捏了不少人的命门。现在看来，黑账本的管理者是江小小，而且周叔作为家族管家，居然会单独听命于他。周世坤点点头，这事不急，都只是一些酒囊饭袋，很好处理。江小小勾了勾唇，不置可否。对了，关于今天来这的那些人的身份，你都跟姐姐提过了？只提了白家。江小小闻言，眼神顿时一迷，那就奇怪了，他是从哪里得到的信息呢？周世坤摸了摸胡须，或许我们都小看大小姐了，她可能并没有表面上看着的那么简单。江小小疑惑道，可是她的过往还是空白一片，真的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。没有，先生夫人以及3位少爷，他们都是毫无收获。周世坤犹豫了一下，开口，要不然直接问大小姐看看呢？江小小摆了摆手，拒绝了。这事先放一边吧，他才回到江家，未必会信任我们，而且爸妈和哥哥们也是害怕勾起他不好的回忆。对了，晚上的假面舞会还照常举行吗？毕竟这次有大小姐在场，人多眼杂，我们不一定能第一时间确定她的安全。再加上白小姐话还没说完就被江小小打断，要是在我的地盘，连她都保护不了，那我也没必要在京都混了。见他们的对话即将结束，江浅先一步离开了。刚走进大厅，一群富家千金们就拉着江浅玩专属于他们这个圈子的游戏，笃定他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打起了想要他出丑的主意。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江浅总是有各种理由和手段拒绝他们，或者是不经意的破坏游戏，搞得大家都没体验感不说，出洋相的反而还是他们。而江浅则是一脸无辜的看着他们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导致所有人有气都没地方发，甚至开始互掐，一番吵吵嚷嚷下来，终于是引来了江小小，罕见的再次皱起眉头，这是怎么了？其他人都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江浅瞬间就移到了他身边。妹妹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他们欺负我什么都不懂，最后一场游戏都没有完成。众人惊住了，心中不由暗骂了一声，明晃晃的倒打一耙。江小小目光转向众人，既然不想玩，那就都别玩了，去主宴厅坐着吧，有点事情找你们谈谈。众人闻言只好乖乖起身跟上，可眼神却在恶狠狠地盯着江浅，而江浅却丝毫不在意，随手顺了一个黑白相间的羽毛面具步入了舞池。本来只是随意跳跳，但是某人却直接凑了上来，接过你的手，双人共舞。白少爷，你怎么又混进来了？白石业却答非所问，我连话都还没说，你这就认出了，还说不是暗恋我？不过没想到我未来媳妇这么全能，跳起舞来游刃有余，我就知道外界传言的都是造谣，是吗？说不定不是造谣，而是真的呢。话音刚落，江浅就一脚踩在了他的鞋上，白石业瞬间倒吸一口凉气，谁还没有个失误的时候呢？是啊，失误一下不是很正常吗？江浅嘴角也勾起一抹笑，见状白石业心中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，果然下一秒又被狠狠踩了一脚，两人拉扯得正起劲儿，殊不知舞池外江小小正在默默注视着他们。晚上舞会出奇顺利的结束了，因为有江浅的掩护，以至于白石业没再被赶出去了。等回到江家时，江耀祖、林雅山以及江家3兄弟已经齐齐坐在沙发上。浅浅和小小回来了，今天玩的怎么样啊？江浅笑着点头回答，很有意思。闻言林雅山欣慰地点点头，示意他坐到自己身边来。聊着聊着，话题就突然转到了江浅的过往上，他们什么都查不到，终究是按捺不住好奇和担心，主动开口询问，而江浅只是轻轻微笑含糊过去，要不等以后有机会慢慢说吧，我怕一下说出来你们会接受不了。话落，大厅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3兄弟已经脑补出了1万种的悲惨遭遇，一想到江浅都苦了那么多年了，非但对他们一点怨恨都没有，反而还为他们考虑，怕他们内疚，几人不由感动的稀里哗啦，又嘘寒问暖了几句，就先让江浅回房休息了，然后齐齐看向江小小，想确认了一遍他口中对于今日聚会的叙述。怎料江小小却是阴阳怪气的开口，姐姐对你们还是不够坦诚吗？晚会的时候他和白石业都在一起跳舞了，这点他居然没告诉你们，便把白石业对江的那番深情表白说了出来。闻言众人顿时坐直了身，江景晨皱着眉，还是在观望观望吧。白家小子虽然不着调，但从未在外面乱搞女人，也从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这种话，说不定他确实动了心思。林雅山点点头，也对，还得考察考察一番。小峰，你有空的时候多去探探他的口风。江景峰顿时不满地撇起了嘴，妈，怎么是我？我也挺忙的啊。最后还是江耀祖一锤定音了下来，在吃喝玩乐这方面，你不比你二哥在行，这事就这么说定了，多上点心，这关乎到你妹妹的终身大事。这才江景峰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，而林雅山似是想到了什么，脸上笑容恢复。这么说来，浅浅还会跳舞，真是多才多艺呢。她会不会跳舞我不知道，反正踩了白石业好几脚。江小小这会儿笑得特别开心，但是很快笑容又消失了，吃醋的小表情毫不掩饰。我跳舞也是1等1的好，妈妈怎么不夸我？林雅山欣慰一笑，之前不是夸过了吗？妈妈还怕你听腻了呢。后面几天爸爸妈妈都很忙，不一定能及时回家，你姐姐还需要你多照顾照顾。又是我，真要天天守在她身边的话，我干的那些事早晚被她察觉。江耀祖淡淡开口，没事，你姐心思单纯，就算是看到了也不会想到那方面去的。林雅山点点头接话道，你跟底下人交接时隐晦点，别吓着她就行了。第二天当你下楼时，父母和哥哥们早就走了。见赵姨正在打扫卫生，江浅便问道，赵姨，妹妹呢？赵姨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实话实说，有客人来了，二小姐希望您回避。江浅面无表情，语气淡淡的，什么样的客人？他见得，我见不得。这一下竟让赵姨有了些许压迫感。那位客人是家族的下属，您自然是见得的，只是那个人有些危险，为了您的安全着想，江浅倒是想去看看。既然是下属，怕他做什么？赵姨还想再劝，却见江浅已经朝着议事厅的方向去了，顿时暗道不妙。大小姐、二小姐和客人正在议事，您还是先别进去的为好，我才是这个家的大小姐，他们议事待我一个不过分吧？说这句话时，江浅已经一把推开议事厅的大门。江小小见状脸色骤然一沉，你来做什么？
我也是江家的一份子，想加入你们吗？说着的同时，江浅直接坐到了江小小身边。妹妹，不打算跟我介绍一下这位客人吗？那人闻言突然扯开一抹笑，眉眼弯起却藏着一抹轻蔑。大小姐，我可不是什么客人，之前就听江博山说过，这个刚回来的正牌大小姐性子软弱，十分好拿捏的。现在看来怕是不太对了，这才回来2、3天，就已经开始变得骄纵显摆了。不过这正是他愿意看到的。突然冒出一个亲生血脉来牵制江小小，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！你皱了皱眉看着他，不是客人，那你是谁？老夫林振宇，你爸妈都叫我林老。说这句话时，他身上无形散发着些许傲气，然后静静地坐着，等待听到他说出那声尊称。怎料江浅心下了然，语气轻快道：“姓林啊，那确实不是江家人吗？”江小小则是在一旁笑出了声。林老，姐姐她心直口快，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哼，林振宇这句话说得格外严肃，老夫当然不会跟小辈一般见识。不过大小姐既然已经回来了，那么该学的规矩还是要学，比如下次进来前记得先敲门，那就下次再说呗。江浅的语气依旧是十分随意。对了，你们刚刚谈到哪了？继续吧。闻言，江小小确实有点急了。姐姐，你赶紧出去玩吧，今天我们要谈的事情你不懂，下次再带你。可未等江浅出声，林振宇就直接点了出来：小小啊，你姐她身为江家的亲生血脉，可比你更有资格接触这些，你莫不是怕她夺了你的权？话落，江小小的脸色冷得可怕。林老，今天您的话似乎格外的多。哎，老了，多说2句都要被人嫌弃。林振宇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，罢了，咱们走吧。对了，浅浅你也一起去吧。不行，没有爸妈的允许，姐姐你不能出门。江小小赶忙阻拦道：这老不死的，把江浅也叫出去是想干什么？林振宇略带同情的看向江浅，你又不是什么囚犯，连出个门都不行。闻言，江浅也不高兴的撇撇嘴：是啊，妹妹，不用这么防着我吧。不行就是不行，爸妈都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毕竟爸妈都不在。江小小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应对外面的变数，看着两姐妹即将要吵起来的模样，林振宇甚是满意。好了，二小姐不就是怕担责吗？既然这样，出了事情我负责行了吧？江小小虽然不高兴，但也稍稍放下了心。这可是您说的。随后给周叔使了个眼色，让他暗中多派点人跟着。一行人出门后，随着车子越开越远，江小小也发现了不对劲。林老，这可不是去公司的路。林振宇点点头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去公司谈判没意义，还不如直接用点极端手段。你们觉得呢？江小小皱了皱眉，姐姐刚回来，你就带她去那种血腥的地方，不合适吧？林振宇视线转向江浅，既然大小姐回到了江家，那早晚都是要见到的，提前适应一下也好。大小姐，你觉得呢？江浅无所谓的摊了摊手，可以啊，我倒是想看看非要瞒着我什么。片刻后，车子停在了一座仓库前，江小小嫌弃的在鼻子面前扇了扇。林老，这臭气熏天的，是打算连拷问都省了，直接把人熏死？像大小姐和二小姐这样不常来的，当然不适应。你看看世坤面不改色的样子。说着，林振宇掏出一张磁卡，在门镜上轻轻一刷，随着门朝两边打开，更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江小小直接挡在江浅身前。林老，要我说这是交给周叔就行了吧，我们就没必要进去了吧？来都来了，哪有转头就走的道理？说不定里面的人会有意外之喜呢。最后两人还是走了进去。审讯室里，感应到有人来，三个被绑在电椅上的人呜呜的叫着，不知道是要叫骂还是求饶。林振宇笑着道：他们泄露了公司机密，经查证，其中2个是对家派来的卧底，另外1个是叛徒。说着，他朝守在审讯室内的人比了个手势，几人立刻将那3人眼睛上的黑布一把扯下。中间的人在睁眼看见江浅的那一刻，突然无比激动，眼睛都亮了。是他，就是他，我见过他，在 M 国黑龙会的地盘上。一旁林振宇也是露出了隐晦的笑容，假装惊讶道：混账，你怎么可能见过我们江家的大小姐？就算是真的偶遇过，也应该是在 F 国吧？怎么会是 M 国？江小小和周世坤都有些心惊，目光下意识就落到了江浅身上，但是看江浅表情十分正常，甚至露出了疑惑的神色，两人也就稍稍安心了些。那人却是十分坚定道：我敢100%确信，我之前见到的女孩就是她。那时我在逃离组织的路上，便找了个安全且人少的仓库躲了进去，恰好看见几位高层跟她进来看我，而我透过缝隙真的看到了她的真容，最后还是在里面藏了2天才找到机会逃出来的。此时林振宇虽然也不相信男人嘴里的话，但还是按耐不住的想要试一试。大小姐，对于他的指认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可江浅却是一脸无辜又茫然，一个叛徒的话你也信？说不定这是他故意撒的谎呢。在这种关键时刻，他不想着脱身，反而是死咬着我，而且你说的话更像是在引导他，该不会这是你手底下的人故意安排在这里的吧？林振宇闻言也有点慌，毕竟那个人确实是他安排的，没想到唬住了江小小和周世坤2人，却被江浅摆了一道。大小姐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他既然这么说了，那事情肯定不是空穴来风。至于证据还在调查中，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其实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大事，若是大小姐真有这身份，对我们江家来说也是一大助力，不是？没必要藏着掖着。一旁江小小嗤笑了一声：林老您大费周章让我们过来，就是来听一个叛徒的胡言乱语，这可不像您的行事风格呢。是我心急了，这不是事关大小姐，总要多重视一点。林振宇呵呵的笑着，可眸底暗沉的可怕。周世坤也紧接着说道：那就等林老拿出了证据再说吧，现在可以继续讨论公司机密泄露的事情了吗？闻言，林振宇此刻再不甘心，也不好再继续说了，直接拿出拷问资料摆到面前，就这些了，你们看怎么处置？就在江小小和周世坤扫了几眼，皱紧眉头之际，上层就传出了巨大声响，一个黑衣人匆匆跑过来禀报：林老不好了，外面意外失火了，火势蔓延得很快，快走吧！江小小和周世坤骤然心头一紧，这是要开始动手了吗？而江浅表面慌乱，实际却是心底十分冷静，恐怕不是火灾吧？这隐隐的枪声和爆炸声，更像是有人在火拼。
听，林振宇当机立断，快护送大小姐和二小姐出去。至于审讯室这些人死了就死了吧。周世坤动作很快，第一个冲出去查看线路情况。江小小也神色凝重地拽住你，跟我走。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林振宇眼底杀意浮现。等顺利走出地面时，在仓皇逃窜的人群之中，混着不少便服的打手逆流而上，朝他们靠近。二小姐，带大小姐先走，我殿后。周世坤直接凭一己之力拖住了10几人，而江小小闻言没有犹豫，拉着你就跑。江浅则是多留意了2眼，这些人像是江家或者是林振山培养出来的，难不成是巧合？又或者是他跟其他势力勾结？在思考之际，他突然察觉到附近有狙击手的存在。未等出声，江小小突然转身一把将江浅扑倒，只听到子弹没入血肉的声音，他的左肩便渗出血来。一时间，江浅有些愣神，没想到江小小毫不犹豫地用身体护住自己。虽然不这么做，自己也不会有事，但有亲人护着自己的感觉真好。这次算是自己欠他的。恰好这时周世坤也追了过来。二小姐没事吧？没事，小伤。江小小扫视了一圈周围，嘴角不由得扯开一抹冷笑。周叔，抓活的。而林振宇此刻也赶紧走了过来，在他身后的人拎了几个人过来，其中一个就是射伤了江小小的那个狙击手。江小小目光幽深，林老动作够快啊，这就被你抓到了。林振宇点点头，毕竟是我管的地方，让二小姐受了伤，不给点交代可不行。话落，他抬枪将几人都嘎了，居然敢对江家小姐动手，死了也算是便宜他们了。后续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二小姐，这个交代你可还满意？江小小冷着一张脸，即便是心中有气，也不能再说什么了。后续的账只能等爸妈回来再慢慢清算了。江家的商场损失这么大，是您监管失职，满不满意可不是我说了算，有什么话留着去跟我爸妈说吧。说完，江小小便带着你走了。看着离去的背影，林振宇眼神愈发阴狠，心腹凑到身边道：头，咱们就这么把盟友的人杀了，那边不好交代啊。一群办事不力的废物，死了就死了，撕破脸也是早晚的事，至少今天不是全无收获。林振宇有点意外，江小小这么傲气的人，居然会甘愿护着那个威胁巨大的姐姐。得知遭此大难后，江家人纷纷赶了回来，刚进门就听见江小小正在说：江浅，你什么表情啊？我这不是没死吗？要不是你非要跟着去，我会遭受此难吗？都是我不好，害得妹妹受伤了。江浅低着头，心中很是愧疚，这是确实他的责任。傻孩子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妹妹主动救你，那是心里在意你呢。林雅珊摸着江浅的头安慰道：要不要你先回房休息一下，小小有我们照看着。江浅乖乖点头，知道接下来他们要一起商谈对策，准备算账了。自己待在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发挥，而他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。在回房后的第一时间就拨出了一个电话，动手吧。此刻等江家人商谈完毕都散了后，周世坤压低了声音问道：二小姐，您为什么要拼死保护大小姐？要知道稍有不慎您会没命的。江小小摇摇头，没那么多为什么，毕竟人是我带出去的，出了这事我难辞其咎。若要死一个，或许爸妈他们更希望会是我，可如果真的需要，我也自然会为他们而死。他心里清楚得很，江家终究是利益大于情义，但江小小并不觉得这有什么，反而是江家人给他的已经足够多了。短短几年就形成了他自己的势力和人脉圈，如果不是江家收养他，说不定现在还在哪个角落摸爬滚打。既然享受了江浅原本的待遇，那怎么还敢心怀不满呢？更何况把江浅保护好，爸妈又不会亏待他，还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就受点伤而已，这笔买卖划算极了。二小姐，您……周世坤还想再说什么，但被江小小打断。好了，现在最要紧的是怎么将身边的爪牙拔除干净。明白。周世坤翻了一下手机，今天的事情本来我都压下来了，但最后还是传出去了，应该是林振宇动的手脚。次日早晨，白石业一大早就来到了江家，说是特意来看江小小的。被叫醒的江小小不耐烦道：不见他也会有想来看望我的一天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绝对没安好心。3分钟之后，赵姨再次折返。二小姐，白少爷死活不肯走，说是您如果不肯见他的话，那他就求见大小姐，反正这一趟不能白来。江小小闻言很是无语，别去烦哥哥了，扶我起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想要搞什么名堂。片刻后，赵姨扶着他慢慢的走下楼去，而白石业此刻翘着2郎腿，早已等候多时了。二小姐来了，那这是给你的礼物，打开看看吧，你会喜欢的。但是江小小却没有要动的意思，礼物送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白石业顿时就愣住了，不是，你咋这么快就下逐客令？我还打算在你家吃完早饭再走呢，有屁快放！这次来我江家干什么？江小小警惕地看着他，换作是之前，白石业恨不得离他远远的，怎么还会亲自登门？白石业嘿嘿笑了笑，当然是想要跟你冰释前嫌呀。然后江浅少爷在家不在。江小小闻言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神情。赵姨，送客。别啊！话还没说完，白石业就被光荣地请了出去。屋内，江小小这才悠哉悠哉地拆起了礼物，拿出来仔细一看，发现竟然是林振宇和黑河党勾结的证据。白石业居然能够先将家一步查到，来不及细想太多，这份人情他江小小成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个书房内，看着跑来避难的林振宇，江伯山嘴角扯起一抹阴阳怪气的笑。怎么，事情败露了就知道来找我了？谁能想到黑河党都是一群废物，还说什么百发百中？林振宇咬着牙也觉得自己很窝囊。江伯山摊了摊手，早跟你说了，江小小不简单，现在这么一闹，怕是要和他们撕破脸了。林振宇点点头，再拖下去我们就没机会了。趁着那几位还没回来，就按照原计划逐个击破吧。这边江家大宅里，刚起床的你就发现偌大一个豪宅，竟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。赵姨，妹妹出门了。赵姨点点头，二小姐带了几个保镖出去了。听到这话，江浅心中顿时升起一抹不祥的预感。什么？周叔没和他一起去吗？是我尝试过拦下他，但是没成功，并且他说世坤去的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，他只是去信阳大厦取一份文件。赵姨本来是不准备跟江浅说这些的，但是没想到大小姐眼神上的压迫感愈发强烈，压根不亚于先生他们，让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了出来。直到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赵姨才发现自己的双腿竟然在发抖。可大小姐不是才被接回来没多久吗？先生还没来得及教导她吧？好
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赵姨走后，江浅陷入了沉思。现在通知爸妈肯定是来不及了，不如亲自去把不听话的妹妹抓回来吧。正这样想着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刚一接通，对面传来了一道声音：“不好了，老大，江小小被抓了。”闻言，江浅的脸色骤然冰冷，把在京都的人手全都调过去，再给我发个精准定位。说着的同时，他从床底掏出了2件武器，就大步往外走。赵姨和周围的几个佣人见状，内心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。大小姐身上怎么会散发出如此恐怖的气息？但没多，她直接上前挡住了江浅的去路。大小姐，你不能再出去了，万一出事，绝对不是我们能担待得起的。让开，回头我自己会跟爸妈解释。趁着他们愣神的功夫，江浅飞速走出去老远，一下子就没了踪影。等赵姨回过神，顿时就慌了，对着周围的空气大喊：“快跟上去保护大小姐！”几秒钟之后，暗处跳出来几个人。赵姨，大部分人手已经被周叔带走了，我们剩下的这些要守着江家，无法离开。闻言，赵姨心急如焚，拨出了电话。可许久，先生和夫人的电话全都无人接听，甚至连她老公周世坤的也打不通，只希望今天不要出什么事情才好。镜头一转，一处私宅里，此时江伯山两人神态悠哉了不少，甚至还带着几分大器将成的得意。面前的一块巨大屏幕上正播放着一个血腥的场景，一个手脚都被绑着，浑身是伤的少女倒在血泊之中，头发上沾满了泥土和鲜血。可即便是伤成这样，她也愣是一声不吭。江小小目光看向远处角落的摄像头，嘴角扯开一抹嘲讽的笑。江伯山，我知道是你们动的手，藏头露尾的东西，怎么只敢在屏幕前看着？闻言，江伯山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，这么快就能察觉到幕后主使是他们了。林振宇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，为了抓他，我这次可是损失巨大。为了引开江城祖一家，他刻意露出破绽，舍弃了好几处私产，只为了对江家人逐个击破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识破了。江伯山眼神阴冷，事已至此，让青龙帮的人仔细审审，说不定能从他嘴里套出点什么。而林振宇却只想快刀斩乱麻，这丫头骨头挺硬的，要我说，不如直接弄死他得了，免得节外生枝。江百山沉默了一会，拒绝道：“不行，他手里还握着黑账本，不能轻易杀了。现在江家人没有2-3个小时赶不回来，再使点手段把嘴撬开。”盯着屏幕上的画面，江伯山拿起一旁的遥控，按下其中一个按钮。我说二侄孙女该低头的时候就要低头，你撑不了多久了，别到时便宜了江浅。你说他知道是我除了你，会不会对我感激涕零？提到江浅，江小小的眼神果然有了些许变化。于是江伯山趁热打铁，你要知道你终究只是个外人，还想染指其他的东西。江城祖夫妇必定会好好教他们的亲生女儿，然后让她一步步取代你的位置，到时候你没有了任何价值，只会被舍弃，你明白吗？再想想你现在的处境，跟我们合作不好吗？平分了江氏集团，再也不用仰人鼻息而活。如果非要死磕下去，最后损失的只会是你的命。仔细想想，江家到底值不值得你这么为他们卖命？这番话似乎将江小小说动了。你们真愿意跟我平分江氏集团，而不是卸磨杀驴？那当然，集团多少的合作是你争取来的，没有你的协助，我们即便掌握了江氏集团也走不远。一直合作皆大欢喜不好吗？那好，只要你们别杀我，其他的都好谈。看他终于妥协，林振宇忍不住暗喜，可江伯山没那么好骗，那就先亮出你的诚意吧，看看值不值得买你的命。江小小冷笑道：“可说了我不就毫无价值，死得更快？你们先换个地方关我，给我治伤，其他的后续再谈也不迟。”哼，给了不要脸。此时江百山也渐渐的没了耐心，还想拖延时间。青龙帮动手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画面里为首的男人龙哥听到吩咐后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去，直接挑断了的手筋脚筋。话音落下，青龙帮的人面目狰狞凶，气势汹汹的朝着江小小走去。看着不断靠近的人，江小小内心终究还是恐惧的。没关系的，再熬一会就好了。周叔、爸妈和哥哥们发现他失踪，一定会很快赶过来的，自己必须撑到他们赶来。可即便是这样安慰自己，江小小心底还是不由得泛起一丝绝望，想挣扎却早已没了力气。屏幕外，江伯山和林振宇这会儿开了一瓶香槟，好整以暇地观看接下来江小小的遭遇，像是在欣赏自己完美的艺术品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屏幕突然黑了，二人猛地站起来，尝试联系青龙帮的人询问情况，却没有成功。顿时觉得不妙的林振宇赶紧叫来心腹，快，赶紧派人过去看看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。另一边，仓库内，青龙帮也发现了不对劲，老大，连接中断了。为首的龙哥摆了摆手，别管，可能是他们那边有什么要紧事，先去处理了，你们继续解决它。但恰恰就是这时，入口处的正大门突然发生爆炸，巨大的声响把里面所有人都吓了一激灵。龙哥丢下手中的烟，狠狠跺了一脚，去看看怎么回事。话落接连几个小弟都拿着武器，匆匆跑出去查看，可良久，却始终都没人回来禀报。龙哥皱了皱眉，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别管他们了，带上江小小赶紧走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。话刚说完，仓库外又连响起了爆炸声，龙哥隐约间能听见在外面的兄弟痛苦的哀嚎声，心底也忍不住后怕起来。是谁这么大手笔，敢在京都接连不断的引发爆炸？这时吗？一个幸存的心腹小弟跑了进来，老大，外面来的好多人，把路全部堵住，我们出不去了，外围的弟兄们估计都没了。饶是心狠手辣的龙哥，此刻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看清是哪个帮派的人了吗？小弟吞了口唾沫，不像是本地的势力，更像是国际杀手，出手十分狠辣，弟兄们连一招都扛不住。听到国际2个字，龙哥心慌的更厉害了，自己似乎也没得罪过国际上的大势力啊，为什么会冲着青龙帮而来？就在当他还在诧异之际，小屋的房门突然被人猛地踹开了，只见一排黑漆漆的枪
枪口正整整齐齐地对准了他们，而身后清一色作战服的人大摇大摆现身，将青龙帮众人尽数包围。感受到他们身上浓烈的杀气，龙哥等人顿时就慌乱了起来。你们是谁？我守在外面的上百号兄弟呢？还没等为首的是蓝毛少年玉成开口，龙哥的军师悄悄凑到他耳边：老大，我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我们已经拼不过他们了。而且你看他们身上的制服和标识，这是国际第一杀手组织暗黄的专属印记。龙哥闻言呼吸骤然一滞，双腿更是不由得哆嗦了起来。什么暗黄？是哪个混蛋招惹了他们，还把他们引过来了？可就在这时，玉成皱了皱眉：你们在唧唧歪歪说什么呢？竟然敢不把小爷放在眼里！说罢，他直接抬手对着军师的额头就是一枪，随着尸体应声倒地。龙哥有些欲哭无泪：各位好汉，咱先别动手行动，有话好好说。而角落里看着这一幕的江小小觉得很庆幸，但内心同样疑惑：京都什么时候潜伏着这么多厉害人物了？连江家都没有察觉到，此刻还不是深究的时刻。为了避免被波及，江小小又往墙角缩了缩，暗暗祈祷爸妈还是先别过来救他了，万一正好撞上被对方灭口了咋办？玉成指了指地上躺着的尸体，再多嘴，你们的下场就跟他一样。龙哥这会儿却忽然硬气起来了：你们是什么人？来这里想干嘛？总不能光站着吧？恐吓谁呢？玉成把玩着手里的枪，急什么？等上面的大人来了，有你好果子吃。闻言，龙哥眼皮狠狠抽了抽，内心哇凉的。还有大人物要来，不就绑架个江家小姐，怎么就惹上了这么恐怖的势力？忽然，他灵光一闪，想到了一招妙计。既然他们是为了江小小而来，那自己挟持了他，不就还有一丝求生的希望了吗？想到这，龙哥缓缓摸向腰间的小刀，然后悄咪咪的起身准备朝那挪去。可才刚迈出一步，一枚子弹突然从门口飞来，精准的打在他的手掌上，匕首也应声掉落。龙哥惊叫一声，朝门口望去，就见一个身穿黑色风衣的女人正快速朝着走来，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声响格外清晰。越是靠近，他越能察觉到女人身上铺天盖地的杀意。玉成等人也齐齐站好，半低着头。大人，我们已经按您的要求将这些人尽数包围。听到动静，江小小也朝门口望过去，可下一秒瞳孔骤然收缩，江浅怎么会出现在这？猝不及防对上他的眼神之际，江小小的心都漏了一拍，而江浅那双冷冽充满戾气的眸子，此刻顿时柔化了不少，蹲下身子迅速为他解开绳子，紧接着一把将人扶起。亲爱的妹妹，你看看你，才离开我的视线多久，就弄成这副样子？江小小听见这句话，又想到这半个小时内所遭受的折磨，声音忍不住哽咽了起来：姐我。这时蓝发少年直接从旁边拖了一个椅子过来，顺便垫上了自己的衣服。你轻轻点头，将江小小放在椅子上，憋回去，我帮你报仇。而暗黄的人此刻已然悄无声息地站在两人身后等候号令。见此一幕，龙哥满眼绝望，江大小姐竟然是暗黄的人，而且职位似乎还不小。该死的林振宇居然把他害得那么惨，要是早知道江家居然跟暗黄有关系，给他100个胆子也是不敢动啊。江浅居高临下地看着龙哥，随后对着他的腿就是一枪。都说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今天我偏要压上一压。霎时间，龙哥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小弟们想上前救他，但刚迈步就被一排黑漆漆的枪口指着，根本不敢再乱动。见此，龙哥磕头求饶：大人，饶了我吧，你要什么都可以，只求留我一条狗命。饶了你。江浅冷眼看着他，那我妹妹受的委屈怎么办？龙哥闻言顿时心如死灰：江小姐，都是林振宇那2个老不死指使我干的，我只是拿钱办事的，这样行不？未等他说完，江浅直接将他踹倒在地，眼神肆意又狠厉：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，而且那些本就该打的人也不用你多操心。说完，他将视线转向江小小：妹妹，你想怎么处置他？江小小眼中发出毫不掩饰的恨意，露出手臂上的鞭痕，暗示的格外明显。就当江浅刚要点头同意时，江小小忽然惊叫出声：姐，小心！只见此刻不甘一死的龙哥正猛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想要将匕首架在江浅的脖子上，怎料江浅却连头都没转一下，直接握住了他刺过来的手腕，然后用力一拧，随着匕首落地声响起，龙哥整个人直接被撂倒在地。江浅用脚尖勾起地上的匕首，接住狠狠扎在他的胸前。一旁江小小早就看呆了，这还是那个拘谨内向的姐姐吗？而江浅也懒得再去拿鞭子了，顺手拔出匕首后，一刀刀划在了龙哥的手臂上，力道极大，似乎要将他的骨头砍断。一时间，整个房间都是他凄惨的叫声。片刻后，江浅再次转头看向江小小，江小小虽是看爽了，但还是觉得不够解气，捂着额头痛苦道：姐，我的头也好疼。闻言，江浅眼神一沉，瞥了眼地上的木板后，捡起其中一块最小的，再从袖口倒出10几枚刀片，慢慢镶嵌在木板上。看着这动作，龙哥恐惧至极，想要挣扎躲避，但此刻却连抬腿的力气都没有。巨大的疼痛让他几近晕厥。江浅眼中露出一抹寒光，缓缓走到他身旁，随后猛地用力将木板扇在了他脸上，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。龙哥的脸此刻已是血肉模糊，奄奄一息躺在地上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断气了。看到他这副模样，江小小早已心满意足。好了姐，给他个痛快吧，他只是个小喽啰。当务之急还是得把江伯山两人抓出来。闻言，江浅朝着龙哥的喉咙甩出一枚刀片，直接让他咽了气。做完这一切，江浅拿出手帕擦脸擦手，妹妹解气了吧？江小小点点头，眼中满是兴奋。姐你可真酷啊！江浅笑了笑，随后将视线落到青龙帮其余人身上，留你们一条命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说着，他对给蓝发少年使了个眼色，把他们眼珠都挖了，然后打断手脚扔深山里去吧。幽冷的声音就像地狱里索命的恶鬼，一句话就将众人吓得魂飞魄散，拼了命想要往后退。暗黄的人立马挥舞，手中很快多出了把蝴蝶刀，上前就直接朝众人眼中刺了下去。霎时间，惨叫声此起彼伏，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后续，玉成带着暗黄的人把事情处理干净，制造出了青龙帮连夜搬迁到国外的假象。无论其他势力再怎么查，都查不到江家身上，而且还占据
据了青龙帮的地盘，建立起一个黑帮九皇会，凭借着强硬的手段逐渐接手其原来的业务。这边爸妈和3个哥哥正急着出门找他们呢，忽然江浅开着车一个急刹停在了面前，有些尴尬道：“爸妈，哥哥们，你们怎么站在门口呢？”见是大女儿回来，众人纷纷松了口气。浅浅，还好你回来了，我们现在得马上去找你妹妹。江浅指了指身后，妹妹就在我后面呢。闻言，一双双眼睛齐齐朝后排看去，可下一秒几人都心疼的不行。小小你怎么了？快送医院！待江小小被带走后，江浅便被全家人追着盘问。好在他避重就轻的忽悠过去了，只说是江伯山和林振宇想要对自己下手，但是中途青龙帮突然杀上门寻仇，江小小趁乱逃了出来，半路遇到了他，于是俩人就一起回来了。至于江百山他们是怎么惹到青龙帮的，他也不知道了。而在江小小清醒后，爸妈从他那得到的答案也差不多，但心疼归心疼，江家人还是重重的把两姐妹骂了一顿。房间里，江小小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，还是问了出来：“姐，你和今天那帮人都是哪个势力的呀？”江浅躺在床上，脸上平静道：“暗黄。”话落，气氛突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片刻后，江小小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难怪青龙帮的人怕成那样。京都第一大黑帮说被灭就被灭了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江小小猛地瞪大了眼睛。那你后面不会还继续去干打人的事情吧？不能再嘎了，既然都回到了家，那要不脱离组织，我们养你。我没办法脱离组织。江浅淡淡开口，要是自己退了，那些兄弟姐妹就得散了。江小小垂死病中惊坐起，什么？该不会是你上司给你下了什么毒药？每个月要固定服用几药压制吧？别多想了。江浅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主动岔开话题，继续道：“那2个幕后主使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要不要我帮你一把？要是自己出手的话，那梁老登现在就能消失在这世上。只是唯一担心的就是爸妈会顾念亲情，或者是衡量家族利益会放他们一马。毕竟他们俩都是元老级别的人物，一下子都弄死了，对江家来说确实有点麻烦。”闻言，江小小却是摇头坚定道：“不用，我的仇我自己报，我已经抓住了他们的把柄，解决他们是迟早的事。”好，江浅点点头，那自己就给江小小和江家人兜底，要是他们解决不了的话，再亲自出马。次日早上吃饭时，江母沈一山忽然看着江浅道：“浅浅，你会不会怪爸妈心狠手辣？在刚才的谈话中，他们说了好几次要把那江伯山嘎掉的话，还挺凶悍的。他担心你会因此对他们产生隔阂。”而江浅却是笑着摇了摇头：“当然不会，就是辛苦了你们了。爸妈和哥哥们每天都在忙，我都没法多陪陪你们。”听及此言，江家人欣慰至极，他们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好事，才让他们拥有这么乖的孩子？见几人还有继续商讨事情，吃完饭的江浅便提前离席了。只是刚来到花园，就接到了一通手下发来的信息：“老大，那2人已经连夜出国，跑到新洲集团去了。”江浅，你没烧青条，跑这么快？本来他们搞这一出是准备正式跟江家宣战了的，结果直接就跑了。这时，周世坤一脸心虚的朝他走来：“大小姐我。”江浅抬起头冷眼看着他：“妹妹出事的时候你在哪里？”听到这兴师问罪的话语，周世坤心头一惊。早上白少爷送来了林振宇的把柄，说着是上次对您出手的证据，于是2小姐便吩咐我去办事了，抓了几个人正在审问。闻及此言，江浅心想果然是他，正思索着，赵姨就走了过来：“大小姐，白少爷登门拜访了，说是听说2小姐又受伤了，您看。”江浅低着眸子，昨天青龙帮已经处理干净，就连江伯山和林振宇都找不到头绪。白石业这是又查到什么了？就是不知道查了多少，如果查到了自己身上，想到这，江浅眼底闪过一丝狠厉，我去见见他吧。片刻后，客厅里见到他来，白石业顿时就露出了几分毫不掩饰的欣喜。江浅，好久不见啊，好久不见。江浅表情淡淡的，今天白少爷怎么有空过来？白石业嘟起了嘴，有些生气。我主要是听说2小姐，听谁说的？可话还没说完就被江浅打断了。白石业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，这江大小姐怎么不按套路问话，一上来就这么直白的吗？见他一脸为难，江浅又继续追问：那我换个问题，你上次给妹妹送的礼物又是哪里来的？我好歹在京都混了那么多年，有点人脉那不是很正常？那行，所以你今天是准备来干什么的？既是看望也是赔罪。白石业说的十分真诚，猜到了他话里的意思。江浅倒是也没多为难，妹妹她伤势严重，不便见客，现在礼物送到了就可以走了。白石业没想到江浅还是一如既往的无情。江浅，我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好歹让我多喝几杯茶。话音未落，周世坤立马给他倒了杯茶。白少爷请喝吧，茶还是热的，哈哈哈。白石业忽然就愣住了，这不是联姻那事吗？你这边怎么看啊？江浅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。哦，原来你说这事啊，等到有空的时候，爸妈他们应该就会去白家商量退婚的事宜了。听到退婚2字，白石业差点一口茶喷出来。什么？你不喜欢我吗？江浅摇摇头，听说白少爷为了逃婚，特地跑到国外好几年都不回家，这可把白叔叔他们急坏了。为了避免你跟家里闹掰，所以我们全家一致决定还是解除联姻。白石业瞬间急了，但却百口莫辩，毕竟事实好像的确如此啊。江浅嘴角挂着笑，继续道：白小姐这是高兴坏了吧？别急，等爸妈回来我就催催他们。话落未等白石业开口，赵姨就走过来打断道：不好了，大小姐，2小姐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脾气了，您快上去看看吧。一时间白石业想要解释的话就这么卡在了喉咙里，只能静静地看着江浅上楼。就这样，白石业又一次被光荣地请了出去，可这次他是彻底慌了，不行，得赶紧让老爹登门把婚事敲定才行。卧室里刚进门，江浅就看到江小小正一脸哀怨地看着自己，姐那人诡计多端，你可千万不能被他骗了。闻言，江浅很是无语，本以为白石业送了一个消息给江小小，他就会对他改观一些，没想到还是这么敌对呢。不说他了，江伯山和林振宇已经跑回新洲集团了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你怎么知道？江小小下意识就问出口。
但是突然想到自家姐姐那吊炸天的身份，于是赶紧改口，滚回老巢了。那等我先想想，晚点给你答复。晚上，在得知梁老登仓皇逃走的消息，全家人都是咬牙切齿的。江景峰双手叉腰，愤愤不平道：“这可怎么搞啊？他们又缩回去了，难道我们要直接带着人打过去吗？”江城祖沉默了片刻，才平静道：“我们不用亲自动手了，元老院的那3位快回来了，到时他们会出手的。”闻言，江景峰顿时瞪大了眼，惊喜道：“好主意！那3个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就是委屈小小了，短时间内还报不了仇。”江小小这会儿淡定得很：“没关系的，三哥，我们正好趁这个时间把他们在 Z 国的爪牙全部清理出去。”话落，众人纷纷赞同的点点头，而沈一山微笑着接话道：“对了，思倩听说了家里的事情，已经处理好国外的业务，准备专门回来看浅浅了。”江小小笑着看向江浅：“姐，小姨她人很好的，到时候肯定会给你带很多好东西，那我可就期待住了。”这时大哥江景川忽然插话道：“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谢家明天要举办宴会，特意点名要浅浅一起去，你们怎么看？”江小小皱了皱眉，他们该不会是打上姐姐的主意了吧？谢家都是些什么歪瓜裂枣，也配得上我姐？一旁江景峰无语道：“小小照你这么说，世界上就没有好男人了？你单身一辈子倒是没什么，别连累我们浅浅好不好？”谢家的那几位跟他关系还算不错，而且都是人中龙凤，怎么到江小小的嘴里就成了歪瓜裂枣了？好了，别吵了，就卖谢家个面子吧。我明天跟大哥去看看。第二天晚上，江景川和江浅抵达谢家门口，就被人恭恭敬敬地迎了进去。谢老夫人端坐在紫檀木椅上，笑着朝两人招招手：“是江家的孩子们来了，快走进谢，让老婆子我好好看看。谢奶奶好。”江浅朝着老人问了声好。闻言，谢老夫人格外高兴：“哎，你就是浅浅那丫头吧？快坐到老婆子身边来。”本来她还在遗憾江家和白家有了婚约，现在好了，江家有2位千金，就不知道自家那几个孙子有没有福气了。浅浅，有空可以多来谢家走动走动，和我老婆子谈谈心，遇到什么麻烦，我也可以给你做主。好的，谢奶奶。江浅只管应下，然后又一次见过了谢家的几位长辈。宴会主厅里，江浅和江景川刚踏进过道，就听见里面吵闹声一片，尤其是有几道声音格外突出：“不是说江家的人会来吗？怎么都要开始了还不见身影？切，来了又怎样？一个废物谁娶谁倒霉。更何况听说江家的内斗开始摆到明面上来了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你们猜猜他能活多久？”江景川脸色黑得几乎能滴得出沫来，按耐不住想要上前跟那些人理论。江浅赶紧拉住他：“大哥冷静，随他们去吧，不用太在意这些了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”江景川担心你被那些言论影响，便主动走在了前面。刚一出场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，还能听到几声细微的惊呼。若要问全京都最炙手可热的未婚男性是谁，那当属江家长子江景川。此刻几个朋友立刻围了上去：“小川，可算是把你给等来了。”江景川笑着把你拉上前，介绍了一遍他的朋友们，几人顿时都看呆了。小川，你太不厚道了，这么美丽可爱的妹妹，居然今天才带出来给我们认识，可心里已经嫉妒死了。有江小小这么一个全能的妹妹就算了，现在又来一个，他们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福气？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江浅就多出来了好几个义兄。不过既然是大哥的朋友，你也乐意给他们面子，都一应下。而谢家的人也趁机上前刷脸，见状江景川也一一给你介绍起来，然后悄悄附在你耳边，看上了哪个就跟大哥说，大哥给你做主。闻言，江浅差点被口水呛到，这是让自己选妃的意思，可这不太好吧？随即连忙把他往外推：“大哥，你去忙你的事吧嘛，我自己可以的。”听他这么说，江景川便简单交代了几句后就去了内区。而刚好是这个时候，白石业十分张扬的出场了，成功转移了众人的注意力。白大少爷居然也来了，真是罕见呐！谢家几人虽然有些意外，但还是礼貌的上前迎接。白石业豪迈的朝他们摆摆手：“不用管我，你们玩你们的，我就随便转转。”本来以为谢家几人还会跟他寒暄一下，但是没想到听见这句话，他们立马扭头就走，重新回到你身边。后面还是一群朋友围在白石业身边，叽里呱啦的讨论着什么。叶哥，你这次是为了江家大小姐来的吗？上次你在进宫说的话都是真的吗？你真的动情了？白石业只是轻飘飘应了一声，目光始终落在江浅身上。晚了，咱们大少爷是真沦陷了。一个死党撑着下巴认真分析道：“可我怎么感觉你没戏啊？你看人家周围的人似乎每一个看起来都比你厉害。”闻言，白石业脸色臭臭的：“你们懂啥？那完全是太多人围着他，他太热了好吗？啧，你有本事就去啊，人家江小姐就在那儿呢，上就上。”白石业甩了甩头发，然后拨开人群走到江浅面前：“江浅，好久不见，上次你不是还有话要对我说吗？咱们出去谈谈。”格外熟络亲密的话语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随后在他们诧异至极的目光下，白石业直接拉着江浅跑了。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一旁谢家人嘴角忍不住抽搐了起来，看来白石业确实在打江浅的主意，刚才搞那么一出，就跟宣誓主权一样。这边别墅外的小亭子里，江浅语气优良的开口：“白少爷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拉我出来不太好吧？”白石业悻悻地缩回手：“是我唐突了，下次我肯定先知会你一声。”闻言，江浅被气笑了：“什么？你还想有下次？我想想不行吗？”白石业叉腰仰着头：“哼，我一个大帅哥主动拉你，你还不乐意了？而且说起来你还得感谢我呢，刚才要不是我帮你解围，你还被那些少爷缠着呢，现在多清静。”江浅疑惑地看着他：“所以我真得感谢你。”白石业大方地摆摆手：“那倒不用，我们之间有什么好客气的？”江浅顿时无语至极，说的好像自己跟他多熟一样。我没怪你搅黄了我跟谢家几位少爷聊天就不错了。白石业表面上不屑，实际上心底慌的一批。你跟他们有什么好聊的？怎么，你不会是看上了他们其中的谁吧？江浅认真思索着，这不是还正在考虑，他们几个人帅腿长还会喊我江妹妹，这不都比你好100万倍？每说一句，白石业的脸色就难看1分，半晌才憋出一句酸溜溜的话：“你看到的只是表面，他们装出来的而已。你要是喜欢这样，我也装成任何模样都可以。”说到这，他突然含情脉脉的抬头。
头，一时间将浅薇怔住了，竟然在白石业眼中捕捉到了一丝真情，压根不像是演的。可是为什么呢？明明自己和他都没见过几面，哪来的情啊？想到这，江浅问得很直白：“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？”白石业身体一僵，眼神不自觉的有些躲闪。不是，江浅这也太敏锐了吧？但下一秒他忽然掷地有声了起来：“那当然，我就是你那素未谋面的男朋友。”江浅无语的扶着额头：“你带我出来，要是只为了说这些废话的话，那我可就走了。”别，其实吧。白石业瞬间变得有些羞涩，怎么看怎么违和，主要还是想跟你谈谈联姻的事情。不是都说了，不日就上门退婚，我家人已经在帮我物色新的未婚夫婿人选了，谢家那几位就非常不错。不行，白石业再一次急了，要联姻，那肯定只能是咱们白江两家，他们谢家算什么东西，根本不用考虑，那不是还有小小吗？你们可是青梅竹马啊，什么玩意？你可不要污蔑我。白石业忙着撇清关系，只要我们联姻，我现在就可以把谢家的生杀大权全都交到你手里。你觉得有些好笑？白石业，你要不听听你在说些什么？我是认真的。白石业就差对天发誓了，但是为什么呢？江浅还是没想明白，自己身上有什么值得他这么做吗？还是说他暗地里查到了什么东西？就在这时，话还没聊完就被人打断，谢家的佣人跑过来慌张道：“白少爷，宴会主厅那边出乱子了，您快过去看看吧。”白石业皱了皱眉，满脸的烦躁：“我又不是主办方，喊我过去干嘛？你们谢家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？”佣人犹豫了一瞬，才大声开口：“是吴家和王家的小姐因为争论他们两个谁更配得上你，当场打起来了。”